倡导身体和心灵的和谐发展，尤其注重在儿童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施以不同的教育。用中国人的话说，就是万物皆有时。我们认为人类最初的时候，他们的意识都比较梦幻，天人合一的状态，逐渐的清醒。所以我们的课程是才会一年级以童话为载体，童话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。然后2年级就发现，人不是那么美好的，我们有些性格的缺陷，像狐狸那种狡诈，像狼那样的贪婪，于是要学寓言故事。到3年级的时候，孩子就进一步觉醒，就发现，我是活在这个世界的，然后就需要去学习世界怎么来的，那么就可以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。到了4年级呢，孩子们就发现，我们不仅活在这里，我们还有不同的性格特质，所以就冰与火，所以才有北欧神话里面比较浓烈的对比。然后到了5年级以后，我还需要知道人类是怎么发展的，不仅是关于我的问题，于是他们就会学到这几个文化。梵天创世，最初宇宙只是虚无，它存在，它发展，它变成。早上8点半，5年级的主课开始了。今天的课程是印度文明。于是罗摩和拉克西曼和西多去了森林，住在一座木屋里。魔鬼之王拉玛那。华德福没有传统学校的分科制度，而是由教师自己设计融合了语文、数学、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综合课程，这便是主课。像印度文明这样的主题，通常需要几周的集中学习。背起。我们6年级呢去走了丝绸之路，从成都、西安一直走到了新疆的最北边阿尔泰。这是7年级的阅读写作课。为了配合本周的主课欧亚地理，吴文斌老师特意安排了探索世界的写作主题。这是梁琛第一次写诗。加谁？我可以不写标题吗？你可以最后写标题。现在的重点人也可以吗？人也可以，真的也可以，历史也可以，菜也可以。万一我写偏题了呢？我们不在乎结果，也就是文丽姐你说的偏不偏题。好像在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说过偏题这种说法。对面当然就是罗摩，他们是什么动作呢？听完印度神话罗摩与哈瓦那的故事后，5年级的孩子们拿出湿水彩，画出想象中的恢宏战场。在学校发的16开的空白本子上，听雪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第1本主课本。就是老师给我们讲故事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写下来，然后画湿水彩，都是自己写上去、画上去。自己创造课本。能这么说？因为公立学校的课本一般都是复印的字体，图也是配好的，但是孩子就没有办法参与。那实际上我们在语文的知识体系这一块儿，就是语文的技巧学习、能力学习，其实主要是通过做这个工作本来体现的。所以我们在课程里不会安排，比如说分段呐，然后讨论段落大意呀，归纳中心思想啊，我们都不做这样的工作。其实完全就是在这样的对故事的复说、绘画过程中，慢慢孩子内在习得的。我们精雕细作的史诗同学写了3行：雪花飘落到大地上，温柔而又亲切。干草堆，马槽里，小小的新生命正在诞生。天空上那颗明亮的星星，为那新生命带来祝福。写的是耶稣。